你知道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哪位皇帝的武力值最高吗？我看肯定很多人会说天策上将李世民、武林高手赵匡胤，还有永乐大帝朱棣，但其实他们都不是最能打的，甚至李世民都排在倒数。为此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盘点出10位武力值在线的皇帝，并将他们从低到高逐一排序。第10，光武帝刘秀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其实留给后人的遗传很多，他的一生真称得上是顺风顺水，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翻盘，还有了一个位面之子的称号，他是绝对会武功的，而且不低。刘秀虽然出身皇族宗室，但他的少年生活绝对算不上优渥。而在后来东汉的开国过程当中，刘秀有过多次亲自上阵的经历，尤其是在昆阳之战当中，刘秀曾亲率13名随从穿过了40万王莽大军的包围圈。后来在双方交战期间，刘秀曾经亲自带头冲锋，而且一个人就杀了数十名敌方士兵。他还经常手把手教部下如何打仗。因为刘秀过于出色耀眼，所以他的手下云台28将也被其光芒掩盖。不得不说，光武帝实在是一位几乎完美无瑕的帝王，文治武功在皇帝中都是佼佼者。第9，商纣王帝辛。说到商纣王，人们对他的印象一般都是荒淫无道、残暴不仁的昏君。然而在历史记载中，商纣王也算得上是一代霸主。据说他长得十分高大，并且力大无穷，徒手就可以击杀野兽。关于商纣王的武力值，史书中有这么一则记载，说是年少时候的帝辛和他的父亲帝乙到后花园里散步，走着走着突然发生了意外。当时一座宫殿上的大梁突然倒塌，眼看就要砸到帝乙，帝辛眼疾手快，飞速跑过去，用一只手拖住了即将砸在帝乙身上的大梁，救了他父亲一命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帝乙才决定把皇位传给纣王。能一手拖住大梁的男人，武力值不可能会低。第8，秦武王嬴荡。嬴荡是战国时期秦国国君，号称秦武烈王。他天生神力，勇武好战，武艺超强。传说想要在他身边当官，必须能够举鼎。他身边的巫霍、孟说、任比等皆是百里挑一的武将。在他刚开始统治的时候，秦国的国土面积还不是很大，正是在他的带领下，短短几个月内，秦国就攻克了多个小国，开拓了秦国的疆域。不过在历史上，秦武王真的没有什么名气，唯一能让人想起来的就是他因为跟大力士比赛举鼎而受伤，最后失血过多加上疼痛而死。虽然他的奇葩死因成了后世的笑话，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勇武之人，力气大到可以举起青铜鼎，还是很让人佩服的。盘点中国古代10位最能打的皇帝，今天他来了。第7，大唐第一帝李世民。李世民被人称为天策上将，他年轻时力大无比，尤其那把引以为傲、一张足有2米长的巨阙天弓，可以左右开弓，毒杀数百人，可谓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天子见他对尉迟恭说：“吾之弓矢，弓直射相随，虽100万之众，奈我何也？”不仅如此，他还被称为完美的样板皇帝，文治武功都可以排入前列。李唐刚刚建立的时候，李世民就一直在外南征北战，建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。在征战的时候，李世民经常身先士卒，带头冲锋。期间他还组建了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，玄甲精骑。李渊有一次和农民军作战，被敌军重重包围，年仅18岁的李世民用弓箭护体，轻骑突入，将李渊从万余人的包围中救了出来。从这儿就可以知道李世民的武力值之高了。第6，成吉思汗。众所周知，铁木真是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天骄，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世界，想要活下来就必须成为强者。铁木真小的时候父亲被害，一家人就此流离失所。在草原上，铁木真学会了与自然做斗争，他自己制作简单的武器捕猎、攀岩采集食物、弯弓射雕，这一切都离不开他健壮的身体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。对于游牧民族来说，骑马射箭那是家常便饭。为了能够在群狼环伺之中生存下来，他从小就练就了一身十分了得的本领，最终靠着自己的谋略与胆量，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，令无数后人敬仰。第5，永乐大帝朱棣。明成祖因为是叛军起家的皇帝，所以朱棣的名声似乎一直都不太好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永乐大帝的武力值是非常高的。曾经发生在建元年间的真定之战，根据明太宗实录中的记载，朱棣在对阵耿炳文的时候，直接在200步射杀。古代以6尺为步，明代的1尺为31.2厘米，所以朱棣能够在374.14米外射人，足可见他的骑射功夫相当了得。朱棣上位后，曾经先后5次北伐蒙古，在坐镇北方的时候，朱棣就经常带兵进攻蒙古。虽然他身上有不少污点，但是武力值确实是可以的。第4，历史第1太上皇吕光。吕光原本是前秦第1猛将，16国时期后梁的建立者，他曾屡立战功，率军征服西域。据记载，他身高8尺4寸，目生双瞳，骁勇善战，国内难逢敌手。在22岁时，他因挑战张豪一战成名。张豪是当时前秦最有名的力士，能把牛拉得倒走，可见其力气之大。这样来说，吕光的力量肯定也不小。不仅如此，吕光多次带兵以少胜多，一生几乎从无败绩。他横扫西域，战地称雄。在淝水之战之前，他又曾征讨西域，降燕齐，破龟兹，围镇西域，诸国尽皆归附，最终建立后梁。这些都绝对离不开他的骁勇善战。你知道中国10位武力值最高的皇帝都有谁吗？第3，武学第一帝赵匡胤。赵匡胤是5代10国的终结者，他出身行武，以武将的职位登上帝位，曾自创太祖长拳和大小盘龙棍。太祖长拳是赵匡胤训练士卒的以法真传，综合士卒在战场上真实拼杀的格斗经验编制成的32式长拳。赵匡胤登基后成为一代帝王，昔日士卒犹觉此拳珍贵，乃明之为宋太
太祖32式长拳。自古太古长拳以实战性著称于世，少林寺也对太祖长拳另眼相看，公开承认太祖长拳为少林武功最大的别致。乔峰在聚贤庄完虐各路高手，正是凭借这套武功。不仅如此，在与南唐大军对阵中，他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，武力值不可谓不强。第二，冉魏第一帝冉闵。不过谈到武力值最强的帝王，冉闵一定是位有力的竞争者。据说他武艺非凡，以勇猛著称，在当时的战场上，如果是单挑，几乎没有人是他的对手。五胡16国时期是一个猛将辈出的时代，他是历史上4大百人斩之一，还颁布了赫赫有名的杀胡令，成为拯救汉人的英雄。他骁勇善战，多计谋，在十世军中多有立功，曾亲自率军多次打败敌人。胡汉各族宿将对他多有畏惧。赵建武4年，石虎在黎昌之战中大败，各路军队都弃甲溃逃，只有冉闵带领的一支军队未遭创伤，由此冉闵威名大显。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，他还能带领部队稳住阵脚，可见其在战场上的英勇。第一，南朝第一帝刘裕。刘季奴的武力值有多强，从辛弃疾这首词中就能知道。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季奴曾住。想当年，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刘裕出身北府兵，每次作战必冲锋陷阵，甚至挥舞大刀赤膊上阵。他以武力统一南方，还曾一度率军北伐，武力值绝对是爆棚的。刘裕可以说是战神，他一生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从未有过败绩。在战场上的刘裕常常身先士卒，永远都是战斗在第一线，将士们因此都对他敬佩有加。10万大军谋反，刘裕得知后，仅带了几千人马前去作战，虽然最终所带的人全军覆没，可他依然凭借着超凡的武艺，从敌军之中杀出一条血路，其勇猛可见一斑。不仅如此，刘裕曾被数千名刺客围困，他为自己打了一场血战，一个人把几千人追得四处乱窜，一人打1000，可谓亘古未有，真是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。这样彪悍的战斗力，在所有帝王中应该够资格排第一位了。